极品妹子在荒野想要吃到烤全猪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此，瓦尔那可是挖掘出了超大的地坑，并且利用地坑和竹木打造了一个超大型的地坑牢笼陷阱。这番操作简直是老鼠咬了牛屁股，属实牛啊！作为一枚资深吃货，瓦尔的食量那可是杠杠的。看看这一次性就消灭了好几块烤肉，食量真不小。而且就连炭火烤大蜗牛也是没放过。但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数这条超级大鱼。瓦尔运气爆棚，成功捕获了这条大鱼，将其切割后，鱼肉满满地铺在了他精心打造的熏烤炉子上，开始了漫长的熏烤过程。熏烤鱼肉，这可真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，与直接烤肉食用相比，它更需要耐心和细致。为了准备今天的美食，瓦尔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。他先用芭蕉树叶将黑鱼紧紧包裹，让人误以为他要做的是包烧鱼。然而，瓦尔接下来的动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他将和好的黄泥土直接包裹在了芭蕉树叶上，这是要用制作叫花鸡的方法来制作叫花鱼的节奏啊！瓦尔小心翼翼地将2条鱼都用黄泥土包裹好，然后放入了火堆中，用炭火隔着黄泥进行炭烧。为了确保受热均匀，他还在火堆上部添加了不少细柴火，这些柴火燃烧时间不长，避免了鱼肉被烧糊的风险。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，但当瓦尔用铲子和木棍将叫花鱼铲出来时，所有的等待都化为了眼前的美味。随着黄泥土和芭蕉叶被一层层剥落，一整条烤鱼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。第一条鱼因为黄泥土包裹的有些薄，芭蕉叶被烧坏了一些，但鱼肉看起来还算完好。而另一条鱼，那简直是炙烤的恰到好处。剥开黄泥土和芭蕉叶后，鱼肉看起来鲜嫩多汁，十分诱人。而接下来忙碌了一天的瓦尔，可算是吃上了美味的叫花鱼了。这鱼肉炙烤的那是外焦里嫩，吃起来汁水满满，鱼肉还是蒜瓣肉，有嚼劲的同时鲜味十足，还带有一股子淡淡的草木香味，简直是巴适的板啊！而在炉火之上，瓦尔熏烤的熏鱼此时的颜色可以说是最为漂亮，不过却不是最好的熏肉状态。瓦尔好好的调整了一番伙食之后，又将熏鱼给来回的翻了一个面，确保夜间鱼肉不会被烤得太过，这才美滋滋的睡了过去。次日一早，舒舒服服的休息了一夜的瓦尔，那是美滋滋的就起来了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早上的瓦尔先是好好的查看了一遍熏肉，目前熏肉炙烤的是非常的不错，有了足够几天吃的食物之后，瓦尔便能放心了。紧接着，瓦尔又朝着山林的另外一个方向开始探索了起来。毕竟村民说这个区域野猪不少，但是瓦尔还没遇到过。要是搞到一头制作烤猪，那绝对是巴适的板的。幸运的是，瓦尔这一次似乎是行走的方位对了。爬上一个山坡之后，从高处往下看的他，似乎是远远的看到了野猪。为了确保没有出错，瓦尔那是慢慢的向着下方靠近，准备一探究竟。在距离目标不远处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瓦尔直接爬上了一棵大树，远远的查探起来。还别说，瓦尔之前看到的那玩意还真是野猪，那可是一头大野猪带着好几只小野猪，正在外面慢悠悠的觅食，这可是把瓦尔给高兴坏了。经过确认之后，瓦尔那是激动的很，摔了一跤都感觉不到疼。快速的回到庇护所的他，那是拿上了挖掘工具，并且将熏鱼先给收回到了屋内。接下来便开始向着山上出发而去。根据之前摸索出来的野猪行进路线，瓦尔选择了一处野猪活动比较多的区域，利用板锄开始对着地面挖掘了起来。这是准备制作地坑陷阱的节奏。这里的泥土硬度上比较一般，但是下层还是有着一些石块的。好在瓦尔这一次带来的铲子和锄头十分的给力，否则挖掘这般的大坑难度可就十分的巨大了。毕竟看看瓦尔挖掘的地坑尺寸，那真不是一般的大呀。不过今儿天公不作美，挖掘着挖掘着，竟然就下起了雨来。瓦尔也只得来到附近的岩石下方避起了雨。好在半个小时后，雨水竟然停了，瓦尔又可以继续挖掘地坑去了。而在不断的挖掘过程之中，瓦尔可算是知道野猪为什么喜欢来到这一片区域了，因为这里有山药，就像是瓦尔挖掘的这个区域。虽然挖坑之前看不到山药藤，但是下方那个可是有着山药的根茎。这不，瓦尔那可是美滋滋的收获到了一大块的山药，吃上2顿是没有问题的。毕竟就这一大块的山药，少说也得有个3斤多去了，这可是瓦尔意外的收获呀。这一次瓦尔挖掘的地坑看起来还真是很不一样，因为别人打野挖掘地坑不会留出来这般的进出口，但是瓦尔这搞得就像是在建设半地下室的庇护所一般。完事之后的瓦尔接着又在附近砍伐起了粗木棍来，准备利用木棍继续的建设野猪陷阱。地坑的尺寸可是不小，因此瓦尔砍伐来的树木数量也是很多，足足的有着10多根。再看看瓦尔对着树木砍出凹槽，再将木棍搭接在一起，并且利用树藤绑扎的样子，
真是像极了建设庇护所的。不过再仔细看这个门市框架的样子，以及婉儿在进口处地面上挖掘出来的地坑，婉儿这应该是准备搞一种触发陷阱，野猪进去之后吃东西，便会触发打野装置，这个进口大门直接落下关闭，便能将其困在里面。果不其然，随后的时间里，婉儿又搞出来了大量尖锐的长木棍，接着将长木棍横向搭接在地坑内的顶部，利用木棒敲击夯入侧面的泥土之中，这样便能够将大地坑的顶面给封堵起来。而且婉儿还在另外一端利用树藤进行了扎实的绑扎，将每一根长木棍都绑在了横梁之上。不过他还是不放心，最后为了确保野猪无法冲破顶部逃出去，婉儿还在顶部再次加装了4根木棍，让顶面低牢靠性更加强大。这操作那真是无比的细节啊！至于侧面20厘米的缝隙处，这个位置也是野猪可能逃走的位置，因此必须采用木棍夯入地下进行封堵。不仅如此，还需要再在上面架设横棍，将其与短木棍些一一的绑扎在一起，这样才足够的牢靠。至于门市框架处的进出口大闸门，这可是关键，婉儿自然也是狠狠地绑扎了一番。尤其是大门的底部，那可是尖锐的端部，落下去便能扎进土中。想要将大门固定在这里，必须要将大门搞成一道上下活动的大门，而在门框处设置成夹层的模样，这样便可以将大门夹在里面。上下拉动的时候，大门只会在垂直方向运动，不会滑落出去。最后只需要在大门顶部绑扎上一根绳子，向后拉扯的时候，大门便会被拉扯上去。一旦放手，大门就会快速回落。至于触发装置的话，婉儿可是有着丰富的经验来打造。固定好触发卡条之后，再在其上部布置上大量的触发杆即可。看看效果吧，不得不说，就这触发效果也是太灵敏了呀。另外，婉儿还在周围收集来了大量的枯树叶子，将它们撒在陷阱内外即可。这样的话也能够掩盖不少现场的痕迹。毕竟野猪的警觉性可是很高的，尤其是带着小猪仔的大野猪。当然，诱饵那可是不能少的。挖掘到的那棵山药，婉儿可是舍不得，在附近搞来了一棵芭蕉树之后，将其切碎，再放置到陷阱之后，那便是极佳的诱饵。而且婉儿那是从内到外的布置了起来，野猪到时候顺着诱饵吃食，便会慢慢的走进到陷阱之中，最终中招。婉儿这操作还真是很不错呀。最后，为了记录下野猪进去的影像，婉儿还在一旁的大树枝上架设了一台摄像机，随后这才满意的带着山药向着庇护所返回。美滋滋的休息一夜之后，今儿一早的婉儿那是迫不及待地向着陷阱方向前去。虽然他知道短时间抓到野猪的概率不高，但是还是得定时的查看了一番。随后这才在此附近搜寻起来，找了一些小浆果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吃起来还不错。婉儿之前打造了一把吹剑，但是吹剑对于野猪来说威力太小，他担心后续野猪被关注的时候不好对付，于是婉儿决定打造一把弓箭，到时候不管是面对野猪，还是用来打其他的野物，那都是要比吹剑强上很多的。为此，婉儿那是拿上打野刀，便对着砍来的树木开始劈砍了起来。先是将其砍成了一块带有弧度的方形木，慢慢的劈砍之后，又将中后段砍得窄了一些，前端的话留出一块宽大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上需要利用打野刀不断的开凿，凿出一个孔洞出来才行。之后便可以将劈砍好的另外一块弯曲的木棍给放置进去。这样的话，一个弓弩的弓身部分便算是制作完毕了。至于弓弩的弓弦部分，婉儿也是有办法的。将树皮拔下来之后，再将其分成2层，最后只保留内层的树皮。这部分树皮的树纤维坚韧且修长，平时可以用来制作绳子，不过需要好好的处理才行。而婉儿的处理方式便是先进行一番炭火烘烤，让其更加的柔韧。另外，弓身部分也是需要烘烤一番的，这样的弓身牢靠性更强，不易折断。烘烤之后的树皮撕扯成细条之后，便可以3根为一组的进行编制，以此来获取到弓弦绳索。最后再将编织好的弓弦绑扎到弓弩的弓身2端之上，这样一把荒野版的木质弓弩便制作好了。不得不说，婉儿的这一手制造技术那真是十分的给力啊。当然，有弩没有箭，这样的弓弩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好用。为此，接下来的时间，婉儿那是搞出来了好几支箭矢，同时还利用棕榈树叶子作为了箭矢的箭羽部分，打造箭矢。再看看婉儿接下来的测试，拉弓上箭，那是一气呵成。至于效果吗？看看吧。好家伙，这威力果然是要比吹箭大上不少，而且命中率十分之高啊！有了弓弩在身的婉儿，走在山林之间都感觉安全的多了，甚至有种想要遇到大野猪直接上的想法。
当然，只靠着弓弩遇到大野猪的话，那也是很难拿下对方的。不过婉儿目前在地上发现的野物活动痕迹，看起来应该不是野猪。手持弓弩的婉儿沿着野兽留下的踪迹，毅然踏上了寻觅新食物的征途。连着都是吃鱼肉，即便是很喜欢鱼，也难免让人心生厌倦，想要换个口味。幸运之神似乎特别眷顾于他，经过一番细致的搜寻，婉儿的目光锁定在了一只远处的山鸡上。更准确地说，那是一只颇具家鸡风范的公鸡，或许曾是深山村落中的一员，如今却成了野林中的自由之鸡。婉儿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弓弩，精准地瞄准了目标。她心中暗自揣测，这只公鸡或许承载着某种过往的故事，但此刻它即将成为它的晚餐。一箭射出，公鸡应声倒地，婉儿满意地将其收入囊中。然而在追踪野鸡的过程中，婉儿的步伐似乎有些迷失。她发现自己离庇护所越来越远，但她并未过分担忧，而是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岩石壁下的避风港，开始生火取暖。这个地点颇为理想，即便是风雨交加，也能安然无恙。婉儿决定在此暂居一晚，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安逸。她将野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用竹子巧妙地夹住，又在火堆上架起了烤架，开始了她的烧烤盛宴。同时，他还找来宽大的树叶，铺设在岩石下方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简易而温馨的床铺。随着火焰的跳跃，野鸡逐渐变得金黄酥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婉儿迫不及待地撕下一个大鸡腿，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。随着美食的享用，夜幕也悄然降临，但婉儿并不急于返回庇护所，因为她身边有锋利的打野刀和可靠的弓弩，身后是坚固的石壁，身前则是温暖的火堆。在这里度过一夜，无疑比摸黑赶路要安全得多。于是，婉儿在这岩石壁下的避风港中，享受着美食与宁静，度过了一个温馨而难忘的夜晚。